曾牛与红蝶一战成名，真真坐实了这应变之下第一人之位。可不曾想，这第二天呐，曾牛却失踪了。什么？曾牛失踪了？真的假的呀？弟子恭请师尊出关。为师听说了，那小子确实消失的离奇。耽搁师父闭关，是弟子无能。无碍，他是为师给你选的炉鼎，不重要，但也重要。昨日极北之地传来一阵仙力波动，应是应变修士斗法所致。为师查到，王林这次失踪和血玉与巨魔族有关。此玉剑可用于寻人，他受伤极重，元神崩溃，我只能感知到他在朱雀大陆北方。修仙500年，终会凡胎。可8年后，王儿就会再遇天道。8年，若本存在，还可待我寻一处灵力充足之地，重新吐纳，总有恢复的一日。可本尊也因元神崩溃受到了牵连，在楚国陷入了沉睡。或者照此地修真门派，借其灵气浓郁之处修炼。不过以我现在的身体，又如何能进去？到底要怎样才能破解封印与意境的禁锢？这方圆百里啊，仙人咱惹不起，但凡人的地界上，就是官府也得敬着咱们。偏偏天威镖局没眼力劲儿，想要就要不了。今儿啊，就让他们知道规矩。这天威镖局怎么也想不到啊，咱会在这里劫杀他们。老大真高明啊！这时辰也差不多了，都准备一下去。好嘞。这丑模样倒是个当诱饵的好材料啊！小子，算你倒霉了！瞪什么眼？好了，来了！你给我杀！要你！不抢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，开山门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！来，快！大当家亲自出手，收获就是不一样啊！又够快活一阵了。去整几坛好酒，让弟兄们今天喝得痛快。好嘞。我小心了点啊！
那小子扔进水牢里，养上几天，下回再用。知道。原来失去了一切的修士，比之凡人都不如。婉儿，此一别道阻艰难，但我定会破除艰难万险，回到你身边。得需灵力才可拨开禁锢，恢复修为。这是真的是灵气，这水中竟有灵气。若能引灵气入体，便可从此处脱困。引气入体，灵气归元。今天收获不错，确实啊，踩了头肥羊。这是啥呀？老大，这是俺从那个臭小子身上搜出来的。这难道是天蚕丝？我还不信了。宝贝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！是，这宝贝要是再多弄几个，连成块做成衣裳，那不倒想不如了？不知道你臭小子是从哪儿弄的，我去问问他。老大，就是这儿。老大，水里像是有东西啊！有个屁东西！快把它捞上来！你是什么人啊？那日，你断我四肢。不是哪儿？是他就敢干了！你找他一命，让俺永远不是配角。仙人，我错了，你放了我吧！财宝在的都是你的，饶命啊，仙人，饶命啊！剩的这点灵力，杀他不够，但打开储物袋却够。文兽，妖怪啊！此处何地？回先生，此处是披露国火云寨。把地牢刨开，挖成小潭需几天？三天。一天就可以做到。开始吧。
从现在起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山寨。退下。是。此地显然并非灵脉，为何这水中却有灵气？极品灵石，难怪。需用5块极品灵石封印，这骸骨生前定是法力通天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。这画着我一直无法参透，连当年献一族木叶都为他所动，其中定有不可估量的力量。此处水牢，你们是如何发现的？禀先生，此处多年前就是片荒山，疑似地龙翻滚，山体碎裂后才出现这么个地方。之后，大当家觉得这是个关人的好地方，才有了这水牢。那尸骸到底是谁？与这画轴有何联系？这紫光又是什么？罢了，此事急不得，眼下要抓紧时间恢复修为，破除禁锢。刚在灵气的强硬冲击下，强行从外将禁锢破开了一些小缝隙，然此法已不可再用。此禁锢不光限制灵气进入，还会吞噬灵力。若要破开更大的禁锢裂口，唯有继续体内灵力，提升修为，到时体内外灵力夹击禁锢，方可进一步破局。6个月的时间，只恢复到了凝气6层。这封印与意境的结合果真霸道。是时候冲击禁锢了。禁锢的吞噬更强了，灵力撑不了多久。这样下去不行，若要进一步打开禁锢缺口，为今只有一法：吞下仙域，以毒攻毒。小点声，别吵到仙人。此次突破，插痕消散了1/10，封印也有所松动。初代的许多法宝可以勉强使用，再加上纹兽，只要不遇到化神修士，便不会有危险。无论如何，7年内也要恢复修为。极品灵石有限，若想进一步突破，还需另寻一处灵气充足的地方。炼魂宗，朱雀大陆披露过3大宗派之一，
那里的灵气定然充足。据说炼魂宗是毗卢国最神秘的宗门，从不主动收徒，皆是愿者上钩。只要在开放之日上缴灵石，便可获得一处洞府修炼。护山大阵，何人擅闯我炼魂宗？拜见前辈，晚辈多有冒犯，此次前来只是想拜入炼魂宗。你是哪个门派的？弟子是个散修。散修能达到筑基期，倒也不易。不过我宗收外围弟子的时日早就过了，你明年再来吧。前辈请留步，弟子多年前偶然得到一把好剑，一直没舍得用，还请前辈收下。这小子竟能有此等宝贝！此物从何处得来啊？多年前，弟子曾帮助过一个结丹修士，在他受伤之际为其护法。他伤好后，便将此剑送予我。可弟子修为不够，无法使用。好吧，老夫看你修行不易，便破例子。本请我，炼魂宗内禁制极多，你若是走错了，我可不救你。多谢前辈。如御前所说，此处灵气果真比外界浓郁数倍。用如此多的灵气，供成千上万的外围修士修炼，真是罕见的大手笔，倒也正合我意。长兄，长兄，来了来了，喊什么？我路上遇到一个小辈，长兄收他为外围弟子可好？你红毛子都发话了，我岂能拒绝啊？那人就交给你了。我这次出山，收集了上百冤魂，正好能把魂幡练出一个主魂。等练完后，我过来找你吃酒。红毛子这无利不起早的性子，你可给了他什么好处？回前辈，是一把剑。既然如此，那这1090洞便归你吧。1年1块中品灵石。此洞府灵气稀薄，多半是条废梦。前辈，弟子想换一间灵气更充沛的洞府。修道之人最忌贪快，你如此修炼，道基不稳，此生不会有结丹之日。晚辈还有一事请教，红毛子前辈刚所说的魂幡是何物？你可知，我炼魂宗内门弟子虽只有几百人，却能与毗卢国其他门派势均力敌，是因什么吗？因这魂幡。正是，魂幡乃我宗特殊法宝，其中玄妙只有内门弟子可知晓。想当年，我一路厮杀进内门，却因在结丹初期停留太久而被取消了身份，落得个外围管事。不知前辈可否透露一二？你现在还没资格。外围弟子每隔3年有一场万人大比，决出1人进入内门。你若想知道，自己去试。是晚辈见人。你叫什么？弟子名为青木。好了，跟我来吧。找了这么久，
却没发现他的一丝气息。难道真遇到了不测？房号越小，表示灵气越多。看在红毛子的份上，我可是给你选了个灵眼之地。多谢前辈，晚辈日后定多多孝敬。外围弟子数以万计，能入内门者万里挑一。炼魂宗却还要耗费大量灵气滋养众人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恐怕不只是培养修士这么简单。灵眼吗？借由坤晶眼汇集灵气，再用聚灵阵防止灵气外扩，倒是个伪造灵眼的好方法。不过若能解开禁制，直接接触坤晶眼，冲击筑基后期倒也够用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要想破除禁制，虽有难度，但未尝不可一试。破！灵气好劲。也不知此时婉儿那边怎么样了。还有7年，我必须加快速度，找出灵眼之地，才能彻底将禁锢破除，解除封印。此处应该就是最接近真灵眼的洞府，但有人在内。天幕，前辈，筑基大圆满，此人天资平平，却在短短3个月内从筑基初期一跃至此，身上定是有什么逆天法宝。又或是修炼了什么玄妙功法，怕是下次相见，我便要称呼你为道友了。元神崩溃后，我无法隐藏修为，倒让这结丹修士看出了端倪。此人日后定是个麻烦。此地人杰地灵，晚辈日夜吐纳，也是侥幸成功而已。你若能成功结丹，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，便有极大的可能获胜。若到时你真进了内门，可要时常回来看看呀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句，炼魂宗大比的规矩只有一个：成王败寇，只要能赢，生死不论。多谢前辈提点。
从青木口中探出快速修炼的方法，定可重回内门。奇怪，怎会不关门？不过一个小小筑基，捏死他易如反掌。来了，秦牧，快把你修炼的诀窍交出来！我若不，你没得选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根本就不会过问。你交出来，我还能少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你果然有不少宝贝，其实都是老子的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能少！我可是外围团师。外围弟子的死活，宗派不会过问。你绝不可能只是筑基期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配知晓。地灵气浓郁，形成了一股天然灵威，借此来打破封印，再合适不过。炼魂宗吗？将外门全部包围，任何人不得离开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是。不知道谁弄的，不知道。此次一举恢复到了元婴中期巅峰，元神也初步收拢，但是天意珠还无法取出。
此人到底是何来头？若我知情不报，恐被牵连。要不……所有人接受检查，如有异动，就地格杀。看来这就是炼魂宗的魂幡秘法。若是能学会，再以游魂炼幡，想必威力不会比金幡小。检查，又不是他干的，他为何要跑？炼魂宗外围弟子人员成分复杂，弟子中有不少见不得光的交隐，而且还有其他门派派来打探魂幡之法的细作。搜魂术下可什么都藏不住了。来，走吧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你，下一个。过去。来。下一个，通过了！别，怎么可能？快点！好了，下一个。别。这些内门弟子的最高修为不过元婴初期，禁制的玄妙，不是他们可以看穿的。竟可如此轻易地避开内门长老的检查！哎呀，幸好我没有轻举妄动，此人以后能避则避。除了这些别有目的之人，没找到与昨夜灵脉事情有关的。难不成是外宗所为？好了，大比将至，速去修炼吧。无论是主灵脉，还是魂幡秘法，都是内门弟子的待遇。看来，这炼魂大比的内门弟子之位得拿下。此番劫后余生，易景上隐约有了一丝明悟，虽修为暂时恢复到了元婴后期大圆满，但对意境的领悟却突破到了化神中期。若能找到那归一的一点，便可再次突破。而今，仙力冲击对茶痕与意境封印的作用有限，若要继续冲破桎梏，还需另寻他法。李元峰以应变初期的修为留下的茶痕，必有如此威力，可见这应变修持意境和实体化这一点，就不是化神能比拟的。这气息是……师兄，我叫柳梅，你可还记得我？朱雀子的弟子，当年恒月派的那个少年，如今竟也成了炼魂宗的弟子。数百年岁月，也不足以让你悄无声息地成为朱雀国弟子，除非你本来就是。师兄聪颖啊！你不远万里来探我，到底是何意？王师兄，我不瞒你，柳梅多次接近，只是为了提醒你。你的手镯，我在红蝶身上看到过，此人身上疑点重重，来意不明，定心怀鬼胎，不必。
告辞。500年前，他还是个懵懂少年，现在他的内心已坚硬如铁。他的道心究竟是什么呢？受死吧！我认输！认输也得死。看来这场大比又会死不少人呢。只有唯一的赢家才能进入内门，他们当然要抢破头了。加油！咒术有趣。炼魂宗每次大比，上官外围弟子只有不到一半能活下来。这等选拔规则闻所未闻，似乎在怂恿选手间互相残杀。境内定有隐情，难不成让弟子相互残杀，再由宗内收魂？原来大比的目的竟是为了给宗内收集魂魄，没想到炼魂宗的壮大方式竟如此残酷。一个功法诡谲，嗜血成性；一个其貌不扬，歪打正着到决赛。哎呀，今年决赛真没看头。开始吧。结丹中期，老子苦修此术数十载，终要得偿所愿。小子，走到决赛算你运气好，但遇到我，也是你的命数。咒术赢。你这法术，应是同阶修士，一击即亡。你这叫死咒术，不可能，死咒术不可能失效。这种低阶的神通，不过是对极境的模仿罢了。若是修为碾压，自然是能一击而亡。但若修为差别过大，便会放肆。不可能，你就是恶咒哎！弟子王震见过大长老。这是此次大比胜者青木。司马的死咒术，你是如何破解的？弟子隐藏了修为，实际已经达到了结丹后期大圆满，所以他无法伤我。倒是没有撒谎。不过靠着修为略高，却是毁了一个有神通的好苗子。那谁，他就由你来安排吧。弟子遵命。恭喜师弟赢得大比，入我炼魂峰。先随我一同入内门吧。
这3座巨峰，便是内门炼魂、抽魄和锁神3宗所在。内门主脉，果然炼气磅礴。不知那魂幡之法，师兄可否透露一些？自然。魂幡的等级，根据其内魂魄数量依次递增。10魂幡与100魂幡极为寻常，可若是练成了1000魂幡，便就具备了一些神通。我手中的便是1000魂幡。若要练成1000魂幡，必须有主魂，且主魂威力需超过魂幡之上所有魂魄的总和。主魂威力越大，魂幡威力越大。魂魄封印在魂幡之内，不会消散，反可渐渐成长。这也是魂幡之法的根基。虽说朱雀星也有一些收魂炼幡的神通，但与炼魂宗相比，确实有所不及。那9000金环，便是宗内9位化神长老闭关之地。师弟，你可知曾牛就是传闻朱雀星上鹰变旗下第1人？听说过。其实宗内本有10位化神修士，当年那位化神老祖周游他国，意外与那曾牛产生矛盾，被曾牛击杀引乱。我何时杀了一个炼魂宗的化神修士？这曾牛失踪的倒也是实话。遁天始祖本要亲自去找此人讨要说法来着。遁天始祖，咱们炼魂宗有2位鹰变始祖，那2道血环便是始祖们的闭关之所。遁天始祖手中那把10亿尊魂幡，便是那朱雀子也要退避3分。宗内没有师尊，全靠自修。你被分到了炼魂峰，此峰之上，你可选取任意地点，开辟洞府修炼。内门弟子的服饰和令牌到偏殿领，功法去峰内藏经阁去。多谢王师兄。令牌，进去吧。第3层不能进，余下2层随意翻看。请问前辈，魂幡制作的玉简在何处？那玩意儿这里没有。等什么？魂幡制作的玉简只有10枚，你若想要，凭本事去抢啊！抢来你不就有了？你有本事杀人便杀，看好什么就拿，看中你一个女修就抢，凭实力获取所需，便是炼魂宗的规矩。没有秩序，肆意而行，规矩早已心结。好小子，你是这100年来第5个对我出手的，老夫就和你玩玩。别抓了，爷爷！咱们炼魂内宗还有一个规矩。规矩？东西拿走，认输不杀。师弟，玉简那里就有一块。炼魂宗又多了一个不能招惹的主啊！不死！魂力过得饱满，还有几个不弱于结丹修士的威压。这魂幡不错，我收了。
我是说，杜甫、玉简、魂幡统统都归你。我府内还有2个双修的小妾也归你。赵规矩，你不能杀我！其内虽是魂幡之法，只不过好像并不全面。师兄可是看出这玉简内的魂幡之法有所缺陷啊？师兄应该是青木吧？此次外围弟子大比的获胜者，师妹许云见过师兄。魂幡之法缺陷，是因为魂幡的制作方法共有3份，与3座飓风的名字一样，分别是炼魂、抽魄与锁神，3法合一，才是真正的魂幡之法。休要回来！竹林脉灵气浓郁，少取一些应该无碍。这是上古魂剑，以魂为剑，变幻莫测不说，威力更是超过寻常剑之数倍。一次魂剑锋线之处，定有宝物。体内有灵魂之力，不知是宝是祸。而今尽管迫在眉睫，也只能并行险招了。师兄不让咱们跟着，等他出关后看到这些，会不会说我们擅作主张啊？不过是在旁建了个洞府罢了，不打紧。再说了，修仙之人都爱洁净，我们帮他把洞府外弄得如此漂亮，他定不会有怒意。刘薇师妹，你放心就是。青木师兄的名声被我们传出后，这几个月我收集的魂魄比以往1年都多。可是，师姐，近日来拜访者越来越多。若是青木师兄知道我们靠宣扬他的名声收集魂魄，怕是不会轻饶。应该青木师弟，在下郭东剑，还望出来一叙。元婴修为。糟了，惹出大事了！去！千魂幡幻象，千魂幡，多梦也有。交出魂幡，让你离开。你若能赢，交出又何妨？师兄小心！炼魂分弟子中，明明只有2人练出了魂玄，
他怎么可能？那右手实力在我之上，不可莽撞。眼下还是要抓紧借主灵脉提高修为，恢复元神。现下我修为已突破了元婴，这魂幡之法，我可趁机研习一番。炼魂三神通，即为凝化、魂玄与血寂。凝化乃炼魂根本，把无形的魂魄凝结成形，并且打入魂幡之内。而神通魂玄则更为罕见。需元婴期才有一丝可能掌握。魂玄一旦施展，可迅速吸收大量魂魄，无论是斗法还是抢夺魂魄，都具有极大优势。恭喜青木师兄练成魂玄，小弟献上这杆千魂幡为贺礼。那小弟便先告辞了。慢！你可知抽破风谁有玉简？抽破风的苏金氏，可找他换取。青木兄修为恢复了大半，可喜可贺。柳梅，你有何目的直说无妨，不必如此做作。王离，你大难临头，走吧，离开朱雀姓。你有所不知，那红蝶已被我师兄杀死了。看来我与红蝶的一战，只不过是某些人眼中的一场斗术而已。走吧，越快越好，我是为了你好。柳梅看似好心，但为何总给我一种诡异的感觉？这人表情，师兄小心！原来如此，这柳梅所表现出的楚楚友情，实际上都是为了遮掩她内心深处那真正的无情之道。柳梅没有趁我修为未恢复时出手，虽然没有杀意，但也绝非善意。你二人启发我看出柳梅真容，便饶你们一命。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恢复元神。若主动吸取更多，让这灵脉威压变大，定能进一步挤压元神，加快恢复。修为依然突破化神，元神愈合却停滞。
恢复，需要更强大的灵力威压。孽畜！师祖当年有言，三峰之下镇压的三杆魂幡，有德者居之。上次落败后，老夫悉心准备数10年，这次一定是老夫的手中之物。血迹，血迹，灵魂三神通最后一个，可让魂幡的威力瞬间增强数倍。还有一个。终于出来了！老夫上次就败在这第2头主魂手上，这次定将你拿下！有戏！怎还有第3头主魂？难不成还有第4头？罢了，还是从长再议。不对，一面魂幡不可能有这么多主魂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都是复魂。要不断消耗复魂，才能逼出主魂。收复魂幡，或可一死。这是麒麟残魂。虽实力不如凌天后代麒麟虎，但具有传承技艺，有施展法术之能，其实力竟然与化身后期大圆满相当。原来，我倒要看看你的魂魄之力能撑到几时。孽畜！摄神车，起！你若是全盛时期，自然不为魂兽，但此刻只是残魂。10万魂幡，起！
麒麟主魂，走！刚才的响动，竟没引来炼魂尊化神以上修士的察觉。当务之急，还是尽快集齐魂幡所需的御剑3法。炼魂宗之人，交出抽破御剑。我竟看不透他的修为。抽破御剑我可以给你，只是我有1杆炼魂幡，上还缺少300多个死魂，便可成为1000魂幡。你拿出300个死魂，我便给你。师兄手快，怎么称呼？青木。原来是青木师兄。此玉简内记录着如何抽取魂魄，同时保持其不消散的一系列方法。青木师兄，可还要去锁神峰索要锁神玉简？师兄还是不用去了。锁神玉简，只有化神长老才可查看，普通弟子修炼的，也不过是炼魂和抽魄。魂幡最后一法，竟然只有化神长老才有，而我的元神恢复也需更强的威压。既然如此，不如炼魂宗诸位，出来迎战！炼魂宗诸位，出来迎战！这是好多魂魄。在阴变毛怪的威压之下，我的元神必可恢复。化神长老们都出山了，找死！好强的化神杀气！让你们老祖出来！狂妄小辈！小友，老夫等你多时，恭迎老祖出关。果真是应变。你们9个退下。曾牛小友，老夫等这一天已经2年了。柳梅都能找来，那这炼魂宗应变始祖知晓我的身份，也不足为奇了。我看你近日来，日子应是过得不太舒畅吧？今日你我相见，我先送小友一份薄礼，之后再详谈不迟。柳梅小辈，10息之内滚出炼魂宗，否则即
即便你是朱雀的弟子，老夫也照样杀之。前辈，晚辈奉师命在此，并无任何破坏炼魂宗的举动，您又何必如此呢？六息，晚辈可以离开，但若师尊问起来，晚辈也只能如实诉说了。届时，师尊降罪下来，四息，这是11尊魂幡。曾牛小友，老夫这份薄礼如何呀？此乃厚礼，但前辈不惜得罪朱雀国，反倒让晚辈多有惶恐。朱雀子老了，未必可以让整个朱雀国为他效力。前辈有何吩咐？但说无妨。不急，我现在送你第2份礼物。曾牛，你来找老夫，不就是为了借着我的威压，加快元神恢复吗？现在，老夫如你所愿。够不够？不够。如何？还不够。好，老夫已有200多年没有使用过鹰变器的先例了。这第2份礼物，老夫可是下了大本钱。修为恢复到化神中期，比以前还精进了些。多谢前辈。现在谢我言之过早，老夫还为你准备了第3份礼物，你可敢要？有何不敢？安息坐下。这是炼魂宗至宝，10亿尊魂幡。凭借此宝，老夫敢以鹰变后期与问鼎一战。现在，我便以此幡内的魂力，帮你把修为提升至化神后期。至于意境，就需要你自行感悟了。这些魂魄，居然全部都是鹰变修为。我炼魂宗每位鹰变先祖在临终前，都会放弃肉身神智，甘心成为一道无意识的魂魄。祭献此幡，若有一日老夫归西，你也要记住，把老夫的魂魄收入其内。你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老夫绝不吝啬。魂力，起！
意境在化神中期，但灵力已达到化神后期。曾牛小友，这第3份大礼，你可悉够？前辈，我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这小家伙现在体内灵力已然饱满，即便是吸，也不能吸太多了吧？本尊，我们一起吸。孤身一族本就以吞噬灵力为生，加之修炼武神诀，本尊对灵力的需求要比分身多无数倍。竟然开始主动吞噬灵力了，刚才明明强行灌输都已至极限。罢了罢了，谁让老夫答应了呢？牛小友，你还真不客气呀！多谢前辈的3份大礼，前辈有何吩咐，但说无妨，晚辈定尽全力。好，只要有你这句话，这3份礼就送对了。随我来。曾牛小友，老夫赠你3礼。所谋之事极大。原本你若不来我炼魂宗，我还打算外出寻你。晚辈确实听说，因我杀了炼魂宗一个长老，前辈要寻我质问。掩人耳目罢了。有了这正经理由，老夫去找你，才不会让人留意。不知前辈所为何事？竟如此谨慎。唉，曾牛小友，你可知朱雀国为何到现在为止只有不到10个5级修真火？很久以前，朱雀国一举成为6级修真火。受修真联盟赐予了这颗星球，我们一路迁移而来，却发现这里有一群强大的原住民仙夷族。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厮杀，我们以惨痛的代价赢得了胜利。11尊魂幡也是在这场战斗中得以大成。朱雀国的第1任朱雀便成立了朱雀山，作为整个朱雀星的控制点。国内6大宗派形成了最早的6个5级修真火，我炼魂宗便是其中之一。而后6个宗派大量弟子分散开来，形成了朱雀星上大大小小众多修真火。成为6级修真火，是我炼魂宗历代宗主的梦想。但这无数年来，我炼魂宗只要有人即将达到问鼎，就会被人一夜之间打回原形。如今更是早已失去国境，只能作为一宗而存在。这一切
都是因为历代朱雀的使命，就是阻止任何一个5级修真国晋升至6级。他怕5级修真国反客为主，他怕朱血星易主。可是，晚辈不过是一个化神期修士而已。前辈所说这些，与晚辈有何关系？有关系。你是云雀子选取的4个朱雀继承人之一。云雀子。是他。他便是云雀子朱雀的师弟。你送我3份大礼，便是因为他吗？不尽然。小友，你可愿拜入我炼魂宗，成为下一任接班人？有朝一日，带领我炼魂宗成为6级修真国。为什么是我？我炼魂宗来到这朱雀星后，到现在为止，一共出过36个应变修士，他们的魂魄全都在这魂幡之内。我的师兄是第36个，而我将是第37个。2年前，师兄放弃寿元，催化全部神通，想要为我炼魂宗找出一条未来的道路，可惜苦寻无果。但在他死亡的瞬间，你来到了炼魂宗山门之外。这或许只是巧合。或许吧，但老夫寿元将断，我只能赌师兄的意境没有失败，把你带来了炼魂宗。炼魂宗已后继无人，我一旦身亡，10亿尊魂幡定会被朱雀拿走。没有了魂幡，炼魂宗亡矣。待我寿元断绝之日，便是这魂幡给你之时，你可愿答应我之所求？6级修真国，以晚辈的修为，难度实在太大。成功与否，自有天意。晚辈尽力而为。10年内，我可保你平安。10年后，就要靠你自己了。玉简上记录了锁神之法，也是操控10亿魂幡之术。此术是我炼魂宗之核心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炼魂宗唯一的核心弟子。多谢师祖。老夫要闭关了，为10年后魂魄进入魂幡内做好准备。你最好不要走出炼魂宗万里之外，否则一旦遇险，老夫来不及赶去。前辈放心，若是在下连自保之力都没有，也活不到今日。晚辈还有一些私事，待全部处理完后，定会在前辈出关之时赶回炼魂宗。你既一接，老夫便不再多说。
吸收完这部分木灵，天意珠只差精灵就能彻底圆满了。血域国里元丰、巨魔族老祖，还有趁机封印我的孙泰，当日你们的所作所为，一一清算。自从上次被孙太仙雷所伤，便身受重创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可恨的曾牛。可有找到那曾牛的尸体？尚未发现踪迹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李元丰，曾牛。元丰，曾牛，他的修为怎会在短短几年内全部恢复？血域冰雪神变，找死！滚！他刚刚的一子之位，竟丝毫不输阴变修士。此次本尊与分身融合。两者好像互相促进一般，竟有一丝变异。几年不见。你竟已突破到化神后期。哼！今日我便拿你练魂。曾牛，你我之战，不要波及旁人。好，那你我便就当日之事做个了断。你们退出万里之外。是。今日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自古竟可扰动元神。曾牛，好好尝尝摄魂骨的滋味吧。古圣怎可能失效？斩！
这就是鹰变期的实力吗？若非老夫重伤未愈，岂能让你如此羞辱？今日老夫就算修为跌落，也要杀了你！察之以听。化神小辈，今日就让你尝尝仙力之威。受死！鹰变修士的实质化意境，果然强悍。曾牛，今日雪域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鹰变神通果然玄妙，只是你的仙力实在太少。王某本想借你领会一下鹰变意境，你也的确给了我新的启发。去死！既然能在意境中注入仙力，那是否也能注入古神之力？这是什么意境？生死轮回。他的意境进到了鹰变。原来当年那人是你派来的。此法宝，你不配用。曾牛，今日老夫便是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宗主，宗主，哼，自爆元神，你试试。王某大可撕开空间裂缝一走了之，留下来陪葬的人不是我，而是整个雪域。罢了，老夫败了。但此事与雪域无关，你莫要赶尽杀绝。若你同意，老夫任你处置。我要你的鹰变期魂魄。
不杀你，但从今日起，雪域不允许有化神以上修士及任何修真门派存在，否则我还会再来。谢谢。当年雪域踩着4派联盟众人尸体，成为了5级修真国，而如今风水轮转。老夫我当初果然慧眼识珠啊！这小子竟然能凭化神后期修为一举杀死鹰变修士，不简单呐！王兄确实不凡。此次雪域降为3级修真国，也算是帮了你的忙啊！既如此，你便去会会那个柳梅，看看这小辈的千幻无情道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。是。哎呀，朱雀子这2个弟子不可小觑啊！尤其是前锋，是老夫一生所见天资最高之人。自心呢，曾是他的炉鼎，日后极有可能是那小辈的道心裂痕所在呀。哎呀，而柳梅的无情道，周武泰的无情意境，我只能与之一战。这柳梅似乎看中了王林的意境，这小子极有可能是我与朱雀子对弈的破局利器呀！哎呀，师兄，老夫当年与你赌斗，输者自罚1000年，还有12年，老夫便自罚结束。倒是这朱雀之位究竟花落谁家，可不好说呀。曾牛再现雪域国，竟仅凭一己之力击杀雪域宗主，封住众人修为，让5级修真国硬生生跌落至3级。一代枭雄李元峰就此身亡。